封神结束以后，为什么姜子牙没给自己封神呢？真是因为他高风亮节吗？历史上的姜子牙是真实存在的吗？看过《封神榜》的朋友们都知道，里面的丞相姜子牙，他手握封神榜，主导了封神运动，此后才有了后来的大罗天庭。同样，他也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，是迄今为止最著名的谋士。而他的一生，真就如同神话故事一般，富有传奇色彩。姜子牙姓姜名尚，字子牙，是商末周初的军事家、政治家、韬略家，是周朝的开国元勋，被尊为百家宗师，属于神农炎帝后裔。因先祖曾辅佐大禹治水有功，后被封在吕地，所以又称吕尚。说起来，姜子牙也是名门之后，只可惜南逃家道中落，祖上的那些功绩跟他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。虽然姜子牙从小过得十分清贫，但他却毫不气馁，他一直都在坚持学习。虽然家境贫寒，但却有着远大的志向。有空的时候，姜子牙便会学习看书，他一边劳作，一边翻阅各种书籍。而姜子牙看的类型也是多种多样，不但有军事谋略，还有天文地理，甚至就连政治方面也非常有自己的见解。但在街坊邻居的眼中，他就是个异类。毕竟大家都忙着农作的时候，他却把心思都放在学习上。姜子牙丝毫不关心大家的议论，反而一直坚持自己的想法。他的前半生受尽了各种嘲讽。在《封神演义》中，我们就可以看出姜子牙的妻子也是十分嫌弃他的。毕竟在他妻子的眼中，丈夫既没有情趣，还不务正业。就这样，姜子牙的大半辈子过去了，而这半生的学习也使他满腹经纶。有关姜子牙最有名的故事就是姜太公钓鱼，愿者上钩。一直到姜子牙70多岁的时候，终于遇到了他的伯乐周文王姬昌。那么姬昌是谁呢？姬昌是商朝时期的一位诸侯，被封为西伯侯。虽说继承了自己父亲的封号，但是姬昌一直对商纣王十分不满，自己的父亲就是死于商纣王的残暴统治之下，而他只是商朝众多诸侯中的一位，他内心是非常想要推翻商朝的。奈何自己能力有限，正因为父亲被冤枉而死，致使姬昌一直在暗中积蓄自己的力量。姬昌本就是一个惜才之人，所以他到处招揽人才。也正因为这些原因，姜子牙才能够遇到姬昌。据了解，姬昌出门打猎之前，有人给他算了一卦，卦面显示，在这次出行途中，姬昌会收获一名能人异士。在回程的路途中，姬昌还让姜子牙与自己同乘马车。姜子牙也被姬昌称为太公，人称姜太公，这便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典故。这也让大家深思，姜子牙在渭水河畔钓的真是鱼吗？难道不是周文王姬昌吗？自此以后，姜子牙便一直跟随在姬昌的身边做事，为他出谋划策。姜子牙就是姬昌的谋士，帮助姬昌兴周伐纣。姜子牙曾告诉过姬昌两句治国之本，拥有真正的仁爱之心，广招人才。姬昌也是十分信任姜子牙，便一一照做，并且姜子牙还告诉姬昌要与其他诸侯打好关系，只有合作才能共赢。不过姬昌却没能等到自己的宏图霸业实现，便去世了。他的儿子姬发继承了他的位置。姬发也是十分欣赏姜子牙的才能，所以姜子牙又成为了姬发的谋士。姬发十分听从姜子牙的意见，对他非常尊敬，一直在努力的把自己的国家朝着姜子牙说的那样发展，并且还四处招纳人才。直到比干的死亡，姜子牙便让姬发发动了对商纣王的攻击，最终姬发成为了周朝的第1代君王。而历史中姜子牙究竟活了多久呢？据悉在遇到姬昌时，姜子牙已经70多岁了，他活到了周康王6年去世。根据计算，姜子牙大概活到了139岁左右。有人说姜子牙之所以长寿，是因为在昆仑山花了近40年时间修道，所以才会被《封神演义》的作者神话。姜子牙的经历可谓非常具有传奇色彩。他在70岁之前只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民，但他一直坚持自己的内心想法，从未放弃。这也是为何他能得到常人没有的机遇，而他对推动整个历史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。同时，他在政治方面的能力也是有目共睹的。所以，如此具有传奇色彩的姜子牙能够被《封神演义》的作者神话，也就显得不那么奇怪了。在小说《封神演义》中，姜子牙是阐教元始天尊的徒弟，在麒麟崖上攻读兵书40余载后，奉命下山辅佐西岐，后因36路伐周，其掌封神榜，直打神鞭，与截教门人斗智斗法。后周武王金台败将，准备东征，姜子牙被封为扫荡成汤天宝大元帅。在武王克殷后，姜子牙领玉虚法牒，封365位正神。而在封神世界里面的姜子牙实力也是非常强悍的。就拿他的3件法宝来说吧，个个都是神兵利器。第一件打神鞭，打神鞭其状如鞭，专为打神之用，长3尺6寸5分，有21节，每一节有4道符印，共84道符印。姜子牙到昆仑山后，元始天尊命南极仙翁赐姜子牙打神鞭，用于阵前指挥鞭打妖神。与九龙岛4圣交战时，姜子牙将打神鞭掷出，顿时电鸣雷闪，打神鞭一下就打碎了高龙钳的头。第二件杏黄旗，用于阵前指挥，为上古
护人皇所设。姜子牙到昆仑山后，元始天尊命南极仙翁给姜子牙一面杏黄旗，此旗为杏黄色，主中央戊己。此旗一挥，千军万马出动，连有3旗，分别为青莲宝色旗、素色云际旗和离地焰光旗。姜子牙曾用这面旗捉住广成子逆徒殷郊。第3件是四不像，四不像是一种凶猛神兽，似龙非龙，似凤非凤，似麟非麟，似龟非龟，是继龙之威、虎之勇、狗之忠、鹿之灵的上古神兽，故称四不像。本为元始天尊坐骑，可降五湖四海奇珍异兽，为神兽之王。因九龙岛4圣到西岐作乱，坐下4兽甚是厉害，元始天尊便将四不像赐予姜子牙。姜子牙骑着四不像回到西岐，在与九龙岛4圣交战，4只怪兽就全都蔫了。姜子牙遂战胜4圣，逐一斩杀。在封神运动中，姜子牙实力和功劳可以说是最高的，那为什么最后却没有被封神呢？反观申公豹坏事做尽，最后却也捞得一个分水将军的神位。但我是一个神仙，可你呢？你100年之后已没有神仙好封了。就连残暴不仁的纣王都被封了一个天喜星，所以就有很多人开始猜测，为什么姜子牙没被封神？有人说，姜子牙一开始就给自己留了个好位子，那就是3界之主玉皇大帝的位置。可当时姜子牙没好意思宣布自己会坐这个位子。当时姜子牙有一堆跟班，其中有一个姓张的叫张友仁。有人就问姜子牙，这个位置您打算封给谁呢？玉帝的位子还空着呢。姜子牙捋了捋胡子，告诉大家不必操心，有人坐，有人坐。没想到刚说完有人坐，他身后的张友仁就一个箭步冲上去，就坐到玉皇大帝的位子上了。张友仁说：“丞相，您说有人坐，我就叫张友仁呐。”姜子牙没想到这张友仁趁虚而入，坐到他留的好位子上了。张友仁一坐上去，一道金光护体，这就算认主了，可把姜子牙给气坏了。其实这个说法太过于片面，因为在封神之前，玉皇大帝就已经存在了。那为什么作为封神最大的功臣，姜子牙最后却什么都没捞到呢？其实当上神仙并不意味着无拘无束，说白了就是给天庭领导打工的，还有遵守一堆天条戒律，倒不如在人间逍遥快活。要知道，元始天尊是非常疼爱这些徒子徒孙的。假设真的让姜子牙也封神，到了天庭还要和之前的那些宿敌低头不见抬头见的，更何况天庭也不允许神仙打架。所以在经历了人间种种磨难后，元始天尊并不希望姜子牙到了天上还要和那些人勾心斗角，而且元始天尊还给了姜子牙一个非常大的权利，那就是监管诸神，凭借大神鞭可管辖诸神，只要姜太公在，就百无禁忌了。好了，有关姜子牙的故事我们就讲到这里了。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见解，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讨论。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是6戒，咱们下期再见。